我的 YouTube 生涯当中最大的秘密就是这是我选它的最关键的原因。发明这个的人真的是神头脑。我问的人里面有60%的人都推荐我一个品牌叫做，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啊。绕赛瑞奇可能下半年就不见了。嗨，大家好久不见哦，我是瑞奇。如标题所述啊，今天这一支影片呢是频道的10万订阅的特别企划影片，所以呢，在这支影片里面啊，我会送大家3个东西。第一个就是非常多人想知道的我的剪片秘辛，我的影片到底是怎么拍，用什么拍，怎么剪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会推荐几个对于我的频道发展到现在来说非常重要的设备器材。然后第3个是YouTube 界的台湾 YouTube 界的传统嘛，就是10万 QA， 10万订阅的 QA。好，送给大家这3个东西。这支影片会比较长一点点，可是呢，含金量会超高哦，资讯会超多。好，马上开始，耶！那么首先呢，当然要先感谢各位的支持，真的感谢。让我的频道在经营1年半左右的时间达到了10万订阅。当然，这对我来说虽然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但是之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也会继续努力的。那么我就先来跟大家分享我的 YouTube 生涯当中最大的秘密，就是我的影片到底是怎么剪出来的。好，你们都很想知道我的影片是怎么剪出来的哈，很多人想知道说我影片是不是自己剪的，怎么剪的，用什么剪的。好，我今天就来告诉你们，没错，全部都是我自己剪的，包括前期的策划啊，前期的企划、写脚本啊，然后拍摄啊、素材整理啊、剪辑啊、字幕啊、音乐啊、上架啊什么的，全部都是我自己。对，所以我是个苦命的摄影师兼企划师兼剪辑师兼字幕师兼社群小编，对，就是这样子，这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那我的影片是怎么剪的？第一个我先讲直视的短片，就是各位在我的各社群平台，包括 YouTube 的 Shorts， 然后 Instagram 的 Reels、Facebook 的 Reels， 然后 TikTok 还有小红书这些平台，我都有上架我的直视短片。剪一支直视短片，我大概要花大概4到5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些都是在我旅程中剪出来的哦。因为我是日更嘛，每天更新一支。因为我一天拍摄行程大概会到晚餐，最晚到晚餐左右结束啊。因为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天色比较暗了，可能比较难看到什么东西，画质也会比较不好。所以说呢，我大概拍到晚餐左右结束之后，我就回饭店休息。那回饭店休息呢，不是真的休息哦，我还是要做一些后续的工作。例如说，我要先把相机的素材存到我的电脑里面去整理档案，档案非常的大量，包括手机、相机的档案都会有非常的大量的素材。那开始剪片呢，我就打开我的电脑嘛，然后我用的是 Final Cut Pro X， 就是 Mac 专用的，因为我用的是 Mac 电脑，我用的是 MacBook Pro。我打开我的剪片软体之后呢，我就会先把我的素材，今天的所有的拍的直视的素材全部摊开到我的剪片软体里面，然后我就会一个一个快速的检视，说哪一个素材觉得无聊不需要放，哪一个素材觉得好玩有趣或者有意思，我就把它留着。整理好之后呢，我就开始写脚本，我会依我所摊开的素材一个一个去赋予它这个素材它的意义或它的故事。有些素材甚至拍起来其实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蛮有意义的或者蛮有趣的，我就会赋予它一些故事。这个是最难的哦，写脚本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需要灵感，你绝对需要灵感。有时候你一个灵感都没有的话，你在那边想个半小时1小时，你什么都想不出来，真的什么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写脚本很难，然后你要一直反复的修改，然后同时呢，写脚本的时候呢，我还要去计时念一次，看能不能符合我要的时间长度，很麻烦哦。所以我写脚本写完了之后，时间觉得差不多是60到90秒的脚本之后呢，我就开始录音。我就会用我的这个无线麦克风，然后我会把自己盖在饭店的我住宿的棉被里面，因为通常外面会有车水马龙的声音，或者杂音，或者像回音之类的哈。那我就会把自己盖在棉被里面，就可以阻隔各种声音，那声音录起来就会比较干净一点哈。我就开始录我刚刚写的脚本，一句一句录起来。录完之后呢，我就把这些声音档导入到我的剪片软体里面。那一样，我的声音档一些有的没有的那个不需要的前后或杂讯修剪完之后，我就开始去对应我的脚本跟我的声音，然后呢，开始把它剪成一个完整的影片。下一步呢，我就会开始把字幕上去。
那我刚刚有写中文的脚本嘛，所以说我会直接把中文字幕放到影片上面。英文的话呢，我会把我的脚本全部整个丢到 ChatGPT， 给他一些指令，请他帮我翻译。翻译完之后出来的一句一句，我可能还是要再修改一下还要再修改一下用词啊、断句啊，或者说一些翻译不太妥当的地方。修改完之后，再一句一句的上英文字幕。好，中文字幕、英文字幕上完了，下一步是什么？就是上那个音乐，背景音乐。背景音乐就比较简单，我就使用比较单一的音乐。我现在不太用太移花，或者说每支影片都要用不一样的音乐。上完音乐呢，我会开始上字卡，然后字卡就是各位从影片一开始看到的那个 “Hello， 我瑞奇，今天是我在哪里哪里的第几天”这样子，这个字卡有的没的哈。再还有什么封面？封面的话呢，我都是用截图的，我都是截我影片的某一些我觉得很帅的 moment， 或者说一些我觉得比较有张力的、比较好看的瞬间，我就把它截图下来当做我的封面。那我封面我是用 Canva 做的，我就做好一些那些文字的版型嘛，封面换上去就好了。那整支影片其实到这个阶段就差不多完成了，再来就是上架了。上架就是上架到我刚刚讲的那些所有平台，然后输入一些描述栏文字跟 hashtag， 完成发布，就这样，我的影片就完成了。好，大概4到5个小时，所以我每一天都要剪到半夜2点。基本上从9点10点开始剪的话呢，我一定会剪到半夜至少1点2点左右啊。这个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没办法。我觉得这样才有让大家跟着我一起走的感觉。第二个是我的横式 YouTube 的长影片。YouTube 长影片我一定是回台湾之后我才剪，因为我在旅程中我剪短片我已经没时间了，我已经很累了。所以说我长影片回来台湾之后啊，一样我会先打开我的剪片软体，然后呢把所有的素材摊开，其实跟短片差不多啦。把所有素材摊开之后就开始剪接，开始剪接。剪接完之后呢，就是上字卡啊，必要的时候上音乐啊，然后封面我也是一样，我会找那一个我觉得很棒的那个画面瞬间把它截图下来，然后丢到 Canva 上面去套那一些我已经做好的字型的版型就成为了我的封面。再来。最麻烦的就是字幕。字幕的话，虽然现在有 AI 的软体它可以把我的音档丢上去，然后自动生成字幕，其实已经省我非常多时间了。但是毕竟是 AI 它的侦测还是会有偏差，还是会有失误，还是会有错误的地方，或者说断句断不对的地方，甚至它的时间轴其实它的辨识没办法到非常的完美，所以说我还是要做校正。那我要做完文字校正、内容校正、时间轴校正之后呢，我才能够再把这一份中文的字幕档案全部丢到 ChatGPT， 超好用的小帮手，全部都丢到 ChatGPT 里面，请他帮我翻译成英文然后批次的翻因为一次字幕可能有4、5、6、700条都有可能，全部丢进去它会死掉，它绝对会死掉。而且它翻出来之后还是要校正一样都要校正，里面的内容都可能还是会有用词不当或者说用的英文单字太艰深或者说断句不好的地方。校正完之后再贴上去，那个档案上面成为一个英文的字幕档。还好啦，我现在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字幕小帮手，真的对我帮助超大的，他真的是办事效率超好，工作能力超强的，然后帮我省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说前面的影片我都上得很慢，就是因为这样，对不起，好不好 ？I'm sorry，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前面的影片都上得很慢，因为我真的什么都自己来，太累了。那希望未来能够持续在跟这一位能力非常好的字幕小帮手合作呢，可以让我的产片速度更快，好不好？现在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旅程中非常重要的几个拍摄器材很进阶的介绍，不是说很进阶的器材，是很进阶的分享。因为在我频道比较早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支旅游用品推荐好物的分享那支里面有非常多生活化的东西，日常会用到的东西。那今天这些东西呢，是我发现对于我的 YouTuber 生涯有非常关键的帮助和改变的设备跟器材。好，我就直接说了，第一个是我拍摄的器材，我拍摄的器材很简单，就是这2个。现在我是用直视的影片，我都是用手机 iPhone 15 Pro。那横式的 YouTube 长片的话呢，我是用这个 Ace Pro Insta360的 Ace Pro。那么市面上有3大品牌的运动相机，第一个就是 GoPro。
第二个就是这个 Insta360嘛，第三个就是 DJI。好，我简单说一下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哈。GoPro 的话呢，我最一开始人生第一台运动相机是 GoPro Hero 7，超久之前的。那 GoPro 我个人觉得呢，虽然它是运动相机的先驱，它一开始都是它走在前面，可是这样子后来几年这一些其他品牌开始崛起之后呢，我自己觉得已经没有选择 GoPro 的理由了哈。其他品牌的相机都有比它还要突出的地方。第二个，我先讲另外一个品牌 DJI 跟我的麦克风还有跟我的空拍机都是同一个品牌的哈。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因为我的麦克风是 DJI 的，所以我如果用 DJI 的运动相机的话呢，我的麦克风是可以就这样直接用蓝牙连，就这样子。那因为我现在选择这个不是 DJI 的，所以我必须要加一个这种东西叫兔笼，它有点像壳。它就把它夹在我的相机外面，有没有？然后呢，我上面才有办法去把我的麦克风的接收器夹在上面，然后插一条线，然后呢才有办法收音。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蛮想选 DJI，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还有一个原因是 DJI 它的刚刚忘了讲，它叫 Action 5，现在最新的叫 Action 5。Action 5它有前后萤幕，前后都有萤幕。虽然这台也有可翻转萤幕，可是毕竟要翻转。当时我其实蛮想选 DJI 的，但后来还是选择 Insta360的 Ace Pro， 这是第一代啊。我选择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夜拍画质真的非常的突出。Ace Pro 它有一些 AI 技术，把它的夜拍画质提升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境界哈。所以说跟其他两个品牌的相机来比哈，我跟你说大概就是这样讲啦。只要到了晚上或者光源非常不足的地方，如果你是其他两个品牌的运动相机，基本上你就不用拍了吧，你就放弃吧，你就别拍了吧。那如果说是用它的，它有一个夜拍模式，那夜拍模式开下去之后，还是可以蛮清楚，而且画质也不错的看到那个光源不足或者晚上的画面，所以这是我选它的最关键的原因。好，那再来是一个我自己发现的超厉害的三脚架，这真的可以改变我的拍片人生哦！我出门我从来不会带手机的三脚架，因为太麻烦了。我跟你们讲，第一个是什么？那些旧式的三脚架，它收起来的体积都很大。你看这么小，你看看你家的三脚架收起来多大？你看这么小哦。然后呢，那些三脚架我要打开哦，有没有？那三只脚我要像这样咔咔咔拉长，咔咔咔拉长，咔咔咔拉长，然后锁，有没有？然后头这边要长高，有没有？也是这样打开拉长之后锁起来。然后呢，我要架手机呢。我架手机的话，有些手机是用转的，有没有？转开夹上去再转回去啊。有些是用推的，这样弹簧拉开夹上去。当我把我的手机架好的时候，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了。我这个人很怕麻烦，所以我觉得那真的超麻烦。我宁愿就手持拍这样就好。这叫 Ulanzi 的三脚架 MG002， 它有另外一个型号叫 MG003， 比较小只。其实我买那只小只就够了，各位可能也买小只的就够了，因为它大只真的很高，最高我记得可以到163公分。我看一下我的小抄哦，这只可以到164公分。它大只的收起来就这么小了，长度多少？长度是30公分。那它到底厉害在哪里呢？跟你们说，来，第一个，我要展开它有多快呢？我先把这头搬起来，然后这是夹手机的头。我要展开它有多快？这边按一下，有没有？脚开了。好了，对，就这样。然后呢，我如果说要把手机嘎上去的话，吼，你看我就这样子吸上去。好了，然后转横的啊，好了，对，就是这么快，我就可以开始拍了。那我要收起来呢？我刚刚已经把它给那个，我再展开一次哦。我要收起来的话呢，是这样子哦，嘿，收好了，是不是很快速？对吧？超级快的，哇塞！我真的觉得发明这个的人真的是神头脑，真的是神一般的头脑，真的是太方便了。然后它还有一个蓝牙遥控器，而且质感很好，给你们看。质感很好 ，Ulanzi 的东西哦，我非常的推，我一直都有在买他们的东西，从以前最早期开始都有在用他们的东西，他们品质非常的好，质感也很好，然后呢，价格很亲民。像我前2天才刚虾皮又无意间看到又这边乱买，也是 Ulanzi 的这个叫做桌面型的三脚架，哇，我真的觉得又救了我一命，你知道吗？这对我来说有什么作用呢？你看到它就这样子打开，然后呢，看到这个角度好打开，然后呢吸上去。我就可以看剧、看片、看影片，然后也可以开始自拍。
因为我在国外拍片啊，我有时候会拍一些就是自己吃饭的画面，有没有？其实我都没有任何的小脚架，我都是拿餐厅的卫生纸盒，或者说拿我的水瓶就这样靠着，有没有？然后就开始自拍，所以说那角度很难调，而且时不时会这样滑下来。那现在有这个东西呢，我就这样子把它放到桌子上，然后我就可以这样调角度了，我就可以这样自拍了。然后它也可以再站高一点，我给你们看，它可以再站高一点，这样，哦，很厉害吧？对不对？而且你看它收起来多小啊，这小到可以放口袋哎，而且它也可以，它有这个一个小勾勾，可以挂在背包上面，有没有？很有质感。超厉害的，这原来这些东西，这是另外的啦。我本来没有要介绍这个，但是前2天拿到，我觉得太惊艳了。好，就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脚架，厉害，推。接下来呢，我要推荐的东西是这个。我们刚好来换一个场景哈，我要推荐的是这张桌子，它是一张升降桌。我会推荐升降桌的原因是因为啊，我这样长时间剪片下来，我发现啊，我的肩颈已经开始出现超越我年纪的酸痛感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想要站着工作，然后换个心情、换个姿势的时候呢，我就会需要有一个可以升高，然后呢调整到适合我站着工作的桌子。那其实坐着的时候，如果这样桌子的高度不对的话，也会加重你身体负担感。所以说呢，我就去我的 Instagram 问大家，我就问说，各位有没有推荐的升降桌品牌？这样，结果你知道吗？我问的人里面有60%的人都推荐我一个品牌，叫做 Fonte。啊，就是这个品牌 Fonte， 那我就去比较了其他的品牌，因为我都会自己去看嘛。那我去比较了这个 Fonte 跟其他的品牌之后呢，我后来了解到，大家都会推 Fonte 这个品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客制化。你知道客制化这件事情呢，它就是可以让你的每一块钱都花在值得的地方，花在你需要的地方。这个是我坚信客制化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所在哈。所以说呢，你们看哦，它除了有一些固定的尺寸可以直接去选择、直接去选购之外啊，它有一个超强的3D 线上配置软体，你可以去客制所有你需要的东西，直接在上面选，然后选出来之后，它就会显示一个总金额给你，让你知道这样多少钱。像它的桌脚可以选择2节的、3节的，然后桌板的形状可以选。颜色花色可以选，像我选的这个是烟草橡木的，很漂亮。那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它还有实木的，超有质感的实木桌板可以选。然后呢，桌板的尺寸可以客制，桌脚的颜色也可以选，搭配你桌板的颜色。好，那更强的是，它有超级无敌多的配件，像是什么？它的插座类型啊，插座位置啊，甚至可以挖出线孔啊，你可以装极限槽，你可以装挂钩，还有极限器啊、耳机架、制杯架、人体工学键盘架啊、桌上桌下型屏风、萤幕支架，巴拉巴拉巴拉，超级多。这些都是我自己找的哦，这是我自己找的，所以我推的东西都是我真心觉得好的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如果要看这种东西啊，你一定要去实体门店看，你不要在网络上买那些你自己都没有看过的东西哦，因为你都要花一些钱去买这种改善你的这种身体的跟健康有关的东西，你就不要马虎。所以说Fonte他们在台北、台中都有旗舰店可以去逛，那他们在北中南都有非常多的经销商哦，各位可以自己去他们的网站逛，上面都有资讯。好，那最后一个重头戏来了哦，我接下来要介绍的东西啊是这一个小盒子。我先跟你们说，刚才前面讲的东西啊，如果没有频道都还做得下去，要不然就是我可以凑合着用，要不然就是我都可以找到替代品。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啊，洛塞瑞奇可能下半年就不见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 NAS。NAS 呢，简单来说，它是我私人的专属云端空间，它就像一台可以插很多个硬碟的小电脑，所以它主要是拿来放我的档案、放我的影片用的。但是呢，它不只是可以放档案哦，它就跟一台电脑一样，它里面有作业系统，所以有很多的软体、很多的应用程式可以用。那它不只是我自己一个用哦，它只要连上网络之后啊，我的家人也可以跟我一起用，我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一起用。如果说我之后有团队有人帮我剪片的话，我想要把影片传给他，我也可以跟他一起用。他只要连上，我只要给他连接，只要有网络就可以用它。那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专业的人，不是像我这种专职的 YouTuber 或拍影片才用得到，不对哦。只要你的手机或电脑啊，曾经出现过储存空间已满这样的字样，你可能就会需要它咯。尤其是像现在越来越多人会拿手机，或者说买一些小小的 Vlog 相机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当你越拍越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这样子的东西哈。那我需要它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
它只要放在我家里连上网络，我出国拍片啊，我每天拍完之后我都要整理素材嘛，我就可以把我的档案上传，只要有网络我就可以上传进来，我就可以存进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可以去放我非常非常大量的影片，不用再用传统的外接硬碟在这边。好，之前都是用这样子的传统外接硬碟，身上不用再带一堆东西，不用再带这种东西出门哈。那再来就是我之后有团队协作者的话，我可以很简单的跟他们分享我需要去剪辑或编辑的这个影片的档案。那刚才讲到这个外接硬碟呢，其实呢现在可能很多人手上有这种东西哈，我以前也都是用这个，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我所有的心血都在里面，我一直以来都是买这个。但是你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无底的坑，因为你满了之后就是要买。而且你如果没备份的话，你坏了一颗，你那颗里面的东西你就没了。就像我这一颗长得特别的比较特别，这一颗，它就是我发生过的切身之痛，我真的是痛到没血没泪哦。这个呢，里面存放着我30岁以前的所有记忆、所有回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没有备份它。然后呢，没有保护好它，那就在几年前的某一天，它坏掉了。我30岁以前的美好回忆全部都烟消云散。对，这就是我超级无敌爆炸切身之痛。所以你们会看到我一样的硬碟，我都会买2颗，有没有？主要我是希望做备份用啊，就是2颗都放一样的东西，至少一个坏掉了，还有一个在。但是呢，用到后来我发现，我是因为空间不够用，所以。这边放满了之后，这边就是放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备份的意义又没了。我如果要再备份嘞，我就要4颗，这个4颗。好，那再来，你可能会说，那就用云端啊，就是公有云啊，例如说 Google 公有云，或者说那个 Dropbox 有没有？大家都会用。有啊，我这些满了，然后买到怀疑自己的时候，我就买公有云啊。但是呢，公有云就是，也是一个你永远挖不完的坑哦。你只要用它，你就是要一直花钱。所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办法哈。好，那既然讲到这3个东西，我就来快速的说明一下 NAS 跟外接硬碟跟公有云大概有什么差别哈。你手上如果都有在用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一下，比较一下。第一个就是空间的扩充性。NAS 的话呢，它这个就是插槽嘛，里面都是硬碟，里面这些放的就是硬碟。好，那这个硬碟，第一个你可以选择硬碟的大小空间，然后呢，通常 NAS 都会有非常多的型号，有不同的插槽的数量，有2格的啊，有像我这有4格的啊，有更多格的啊，你可以选择你自己需要的。至于这个外接硬碟呢，你需要你就一直买，就对了，你就买下去，你就看你要买到多少个哈。公有云的话呢，它的硬碟空间也是一样，你要买，你当然可以越买越多的空间哦，但你就是要每个月一直付钱。那再来呢是档案存取的便利性，这个只要放在我家插网路线，我人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网络我都可以连进来去存取这里面的档案。如果是这种外接硬碟呢，我就一定要带着啊。我如果忘记带呢，就没办法了。对，它就要在身上才有办法用它里面的档案。那至于公有云呢，其实跟 NAS 一样哈，它就是连上网络就可以存取里面的档案，跟 NAS 是一样的哈。那再来呢，这个是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资料保护的安全性哈。NAS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制哦，叫做磁碟阵列。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腾出里面的一些空间来容许它出错。因为这种硬碟哦，其实都是消耗品了，它总是会坏的。那它容许它出错，就是当它坏掉的时候，当它坏掉1颗的时候，你的档案不会坏掉，也不会不见。然后它会告诉你哪一颗坏掉，你就有时间赶快把那颗坏掉的硬碟换掉，让你的档案继续存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传统硬碟，你只要摔到，你只要泡水，你只要不见，就 GG 了。公有云的话呢，公有云，我觉得它最大的concern就是，毕竟你的档案是放在别人家，对，那不管你是放在 Google 还是你放在 Dropbox， 毕竟他们有管理者，他们有工程师，是有权限进到你的空间里面，所以你里面不管放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被人看到。再来，还有一个是多人共享，对。这个呢 ，NAS 跟公有云一样，都只要是有网络发个连结，都可以多人共享了。但是NAS 它可以设定权限，它可以设定你要分享的那个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管理权限哈。公有云应该也可以哈，我没有用过太多公有云的权限，但是我相信应该比较有限。那至于这个呢，你要共享吗？拍谁没办法，你只要带着它的人才有办法用它，就这样。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大家最想知道就是价格吧，对不对？好，价格，老实说
NAS 最一开始的入门价格，刚开始购入的价格是最高的，但是它是买断的。那所以说呢，如果摊提下来的话呢，像我2、3年、5年、10年，我最少 YouTuber 生涯一定会做到10年以上吧，一定要吧。10年摊提下来，它绝对是最划算的，真的，它绝对是最划算的。那至于外接硬碟呢？我跟你说，这种HDD 的这种传统硬碟比较便宜，但是很脆弱。我坏掉的这个就是这种 HDD， 很脆弱，比较便宜，很脆弱。那这种 SSD 叫做固态硬碟，它比较耐摔耐用，比较不会坏掉，但是就非常非常极度之贵哈。但是这些东西不管它便宜或贵，你只要用空间，你就一直买，就是个无底坑。那公有云呢？嘿，每个月一直付钱，你就付。你每个月付出去多少钱？你这样长期累积下来，你去算一下哈。你如果说空间大的时候，到底要付多少钱给他们呢？而且你不付，你就不能用了。那么我选择的这一台 NAS 呢，是 Synology 群晖的 DS925 Plus。这个9的意思就是它最多可以扩充到9槽。各位看我这个有4槽哈，那它可以再串联其他的 NAS 的机器，可以再最多到9槽这样。然后呢，25就是2025年的最新款，就是这个，就是它2025年最新款。那你看到像我里面有4槽嘛，我里面每一个都是插12T 的硬碟，所以说我总共有最多48T 的空间可以用嘛。但是如果我刚刚所说，它可以做一些容错的机制，容许出错的机制，所以说它会拿一些空间来做这样子的机制。用了这样的容错机制之后呢，我还可以用最多大概32T 的磁碟空间、硬碟空间。够我拍5年的啦，够我再拍2到5年的哦，绝对可以。那如果说我再把它换大一点的硬碟，如果说我硬碟空间满的不够的话，我再换大的嘛，换20T 的呢，4颗就80T。然后或者说我再串联到9槽，9槽都再都放20T， 92、18、180T。那我为什么会选择群晖的 NAS 呢？这个要讲到我的前一份工作。我前一份工作呢，就是在我做 YouTuber 之前那份工作，其实我是在资讯公司上班的。我们资讯公司的服务就跟这种东西息息相关。我们公司有非常多台的 NAS， 所以说呢，我对 NAS 的理解并不是一般般哦。那因为我前公司的 NAS 全部都是群晖的嘛，那我在公司任职3年的这个期间，我深深的感受到群晖他们 NAS 的这个资料安全性跟他们公司的服务有多么的值得。所以说你会发现哦，业界有非常多的公司，有非常多的个人，他们只要需要储存空间，都会选择群晖 Synology 作为他们的 NAS 的首选。那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子，也有过切身之痛嘛。当我发现我需要一个更好的储存空间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毫不考虑的，我就想到群晖。那么群晖到底好在哪里呢？我来分享几个我自己的感想啊。第一个，群晖它里面的作业系统叫做 DSM。它的操作界面非常直觉，非常好上手，就跟操作手机一样。第二个，它有很多的 App， 它有很多的应用程式，可以给你去管理你的档案啊、照片啊。用手机也可以哦，手机也都可以下载 App 去连到你的 NAS 去管理你的资料、管理你的照片。那第三个，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关于 NAS 的社群资源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用啊，所以说你不管是对它有什么疑惑，你有什么疑问，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教学等等的，你上网一查 YouTube 什么的，你都会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资料。那如果说你需要他们官方的资源呢？那这个是我最推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你需要他们官方资源的话呢，他们的客服系统非常的完善。那最后一个呢，是我觉得它的软硬体的整合非常的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它让这整个东西非常的好理解，非常的好上手。所以对于新手来说，你不用害怕，它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对于新手来说，它很好入门，它真的很好入门。好啦，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掏心掏肺的时候了。那我就要开始回答各位的问题咯。来，我分3种问题，好不好？第一个，关于我个人生涯和个人能力哈。瑞奇以前是读什么科系呢？成为全职的 YouTuber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以前读书跟我现在做的事情完完全全没关系。我以前读的是动物科学系，也就是畜产系。好，那成为全职 YouTuber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最一开始出社会的时候呢，我就到柬埔寨去工作了。我第一份工作是柬埔寨的房地产，我是跟着朋友一起到那边去代销，去卖那一边的台湾人盖的房子。后来第二份工作呢，是被另外一间在那一边盖房子的建设公司，也是一样是台湾的，挖角过去。第二份工作一样是做柬埔寨的房地产，但是后来做的是董事长特助的职位。第一份工作那个房地产我是业务，第二份的话是
柬埔寨房地产的老板的特助这样。然后呢，后来我跟朋友因为在柬埔寨一段时间了嘛，然后也好几个朋友都一起在那边，所以我们后来就一起在柬埔寨开了一间公司。然后那间公司呢，我们有经营租车的业务，租摩托车，因为那个时候的柬埔寨有非常多的常住的外国人，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本地人，他们也会来租我们的摩托车。但是呢，爬得快，跌得也快，我们后来就遇到疫情了。那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都是外国人嘛，那遇到疫情的时候，柬埔寨就外国人逃的逃啊，那我们也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公司就关了。那后来回到台湾呢，也就是我做全职 YouTuber 的上一份工作，就是我刚刚稍早在影片里面讲到的，就是资讯公司，也是执行长特助的职位。那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想要做全职的旅游 YouTuber？ 好，简单来说人一生中工作的时间占你人生有多长，你知道吗？你如果去算一下，你会发现你工作的时间大概会占你人生一半以上的比例。也就是说呢，你这一半的人生如果它不是快乐的状态的话，我会觉得很可惜。对，人就活着这一次嘛，所以说为了让自己能够非常快乐的过着每一天，包括工作也快乐，不工作也快乐，我就选择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自己喜欢的事情跟工作结合，那就是选择了拍摄旅游的影片这一条路。第三题，英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关于语言的有3个啦。第一个，英文这么好怎么学的？第二个，会讲哪些语言？是怎么学的？第三个，为什么我会讲柬埔寨话？我先讲为什么我会讲柬埔寨话。就如我刚刚说的，我在柬埔寨待了几年了，然后我喜欢交本地朋友，然后个人是很喜欢学语言啊，所以说我都会去跟他们学本地语言。我喜欢用本地话跟本地人讲话，我觉得这样可以去更融入他们，甚至有时候可以得到更多惊喜，认识更多不一样的人。好，那至于英文呢？我的英文其实没有到非常好，但是也是谢谢我的家人，在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疯狂的让我去补习，所以说英文的基础能力还可以。但是因为我没有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生活过、住过，所以说我讲话其实口音啊、用词啊什么都非常的不是那么的道地。我就是拼得出单字这样子，讲得出一些基础的沟通。还会讲哪些语言？我还会台语一定会嘛，然后泰文会一些。那会泰文的原因，纯属就只是因为我很喜欢泰国，就这样。我觉得泰国歌很好听，然后泰国的食物很好吃，然后泰国很好玩，很和善，很令人觉得放松，就这样子。所以说我常常听泰国歌，然后呢，我就自己去学泰文这样。那通常我学语言我都会从他们的文字开始学。那另外呢，我学语言很强迫性就是我会把身边的任何东西都沉浸在那个语言之中。像是我学泰文的时候，我的手机，我手机到现在也是。我手机的桌布是泰文的音标，然后我上面还有一些 note， 还有一些笔记，都是泰文的音调的一些笔记然后我自己也会去做属于我自己的版本的那个语言的它的字母的发音表跟一些规则的表，让我自己记，让我自己更好更快的去理解。然后随时看到什么字，不知道怎么念的时候，忘记那个拼音规则的时候，手机拿出来，桌面一打开，然后就是那个拼音表有没有？就是发音表之类的，我就可以更快的学出来。然后下一个问题，私底下也是这么活泼吗 ？No， 我是个 I 人 ，sorry， 我私底下是个 I 人，我非常的 I。其实，在拍片的这个情境之下，我会切换成另外一个人，很不自觉的切换成另外一个人，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要做这个频道，我要做这样的性质的东西，我要把我的所见所闻带到镜头里面给大家看的话，我就必须要让大家愿意听我讲话，所以说我就会比较外放的、比较直接的、比较不害臊的去讲我想讲的话。那也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去的国家，他们的人民都非常的善良、非常的热情，所以说他们跟我讲话的方式会让我非常自然的想要用跟他们一样热情的方式回应他们。所以在镜头前面我看起来是个 E 人，可是实际上呢，我是个 I 人。嘿嘿，对，你如果在路上遇到我的话，你就会发现我其实蛮不会讲话的，真的。下一个问题，你是混血儿还是原住民吗？不是，我是台湾人，我就是100%的台湾人。好，下一个问题系列，关于经营我的这个频道第一个，
创这个频道的初衷是什么？我没有特别什么初衷，但是我当初创这个频道最一开始的原因，纯属只是因为我想要快乐的工作。然后我发现啊，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快乐的旅游，把旅游当工作的同时，我可以把我的所见所闻分享出去。这就是我当初最一开始选择做这个工作的原因。第二个，开频道以来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绝对是经济问题。对，因为各位知道做这个自媒体也是不容易啊哈。当然，因为我现在才刚开始，然后呢又加上我不太接业配，所以说呢，我光是靠 YouTube 本身的收益的话，非常之辛苦。下一个，旅行对你来说是享受还是工作？会不会有倦怠感？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心态会完全的影响到我当下拍摄的心情，跟我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还有我可以走多远。简单来说，我到底是把我在工作顺便旅游，还是我在旅游顺便工作？这两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我现在其实也一直在拿捏这个平衡，一直在调试。我目前的心态都还是比较倾向于把它当成工作，所以说我不管是出去拍的行程，我在影片里面讲的话，我安排的内容，我吃的东西等等的，其实说实话并没有100%是我自己想体验的哦。这个很现实，但是我必须让你们知道，我必须为了流量去做取舍。因为如果说我完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然很多人因为这样子热衷于此，然后做出一番成就，我也相信我可以。但是在前期这么辛苦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依流量，依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去稍微思考一下，取决于我要做的内容跟我要去呈现的东西哦。所以说是享受还是工作？到目前来说，对我来说是工作，我还没有享受。那会不会有倦怠感呢？到目前为止还不会，因为我频道也才刚开始。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面临这个问题。那当我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去转换这个心境，真的把它当成那个旅游，当做兴趣，而不要当成工作。好，下一个问题呢，我是如何选择下一个国家的呢？是历史人文美景还是自然风光？目前跟刚刚的那个问题一样，目前为止我选择的是人文跟它的风光，因为啊，我需要先做多一点大家喜欢看的内容，有流量稳定，我可以持续做下去之后，我才有办法再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目前我希望我去拍的主要选择的会是比较有视觉冲击感、生活的那种冲击感的地方。一方面我自己很喜欢去看看这一些跟我们生活的模式不一样的国家，另一方面呢，当然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看嘛。下一个问题，只靠拍影片的收入能够支撑你所有的旅费吗？辛苦，但是有机会可以，前提就是我流量要高啊。我的观看次数要高啊，我的订阅人数要高啊。我通常出去拍片一次成本，你看哦，光机票我还没有去到太远的地方，光机票出去一次来回的成本就差不多快要2万多哦，加上其他交通有3万什么有的没的。像我过去去了印度啊、柬埔寨啊、尼泊尔啊，我每出去一次大概半个月，我就要花费大概5到6万，最少5到6万左右的所有成本。然后呢，我还有生活成本啊，我要租房子啊，我要吃饭啊，我还要一些生活必备品啊。然后呢，我还要买一些我的设备器材啊，我还有很多我订阅软体啊，就是剪片要用的东西啊，经营频道要用的东西啊什么的啊，都要钱。对，所以说拍影片的收入能够支撑吗？现在已经渐渐的有好转了，可是还是很辛苦，还是会常常要跟大家说，拜托你超级感谢按下去，然后呢多看几次我的影片，好不好？靠你了。那最后一个关于经营频道的问题哦，对于也想当旅游 YouTuber 的初学者有什么建议？好，这个问题我非常的想要回答给大家，我相信很多人也想要这么做。当初的我也是希望得到这样的建议哈。我觉得你要先想清楚你想当旅游 YouTuber 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说你是跟我一样，你想要把它当做你的工作的话呢，首先你要像我一样，在离职的时候，你身上就有一些足够你撑至少半年1年的存款。然后呢，你要非常的节省，
在你的花费上面你要非常的节省，因为你必须要撑下去嘛，所以说你要有一定的资金去支撑你哈。那如果说你是有个正职的工作，你想要兼职的拍这件事情的话，你的资金来源并不是太大的压力，那你的压力就会是在于你拍片的时间跟产出的量。不管怎么样啦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拍再说。不管你现在还有没有在工作，不管你离职了没，不管你裸辞了没，你先拍再说。不要管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器材，你一定有手机，不要跟我讲你没有。手机拿起来，你想拍直的你就这样拍，你想拍横的长片你就这样拍，先拍再说，就先开始。你第一步跨出去之后每一步你才会继续走。你如果在那边想半天说，我的频道定位是什么？然后我要呈现什么样的风格？然后我要怎么样练习？然后我的片子要剪得多好看？然后我要不要怎样的？我跟你讲，你想完的时候，已经2年3年又过去了啦。所以先开始再说，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做，一步一步开始去学，一步一步去慢慢的修正，这样才会启动你真的开始做这件事情的第一步。然后这是我非常大的一个心得。好，最后一个关于旅游和拍摄的问题哈。好，第一个。你每次拍影片都会先想好主题跟脚本吗？你怎么决定当下要拍横的或拍直的？如果是短影片的话，因为我目前为止的短影片都是日更短片。那日更短片呢，我其实在我出去拍摄的当下，我大部分都还是用相机拍横式的影片，因为那个是我主要的盈利来源嘛，所以我横式的影片会是整个旅程的这个主干线这样子。那我在每个拍摄过程当中，如果我看到有一些特别有趣的、特别好玩的当下，或者特别的吸引人的画面，我特别觉得想要呈现给大家，放在我的日更短片里面的画面呢，我就会特别拿起手机，然后去拍那一个直式的素材片段。所以说，直式的影片我不会先特别写好脚本，我是在旅程中看到什么。想拍我就把它拍下来，但是横式影片呢，不会说特别想好脚本，而是我在出行之前，我一定会规划我的行程嘛。那我的行程一定会先排好，说我这15天当中我要去哪里，然后我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我要搭什么东西，好，那要搭什么交通工具，这个就会是一个主题嘛。例如说，我只是一般的包车过去，没什么，蛮无聊的吧。但如果说我是搭个本地火车呢，或者说我是搭个这种本地邮轮呢，好，或者说我是搭卧铺巴士呢，这些就都是主题。那我就会想好说，这个我可以拍，我想要把这个体验拍进去，我就把它拍进去。那至于每个城市之间的行程呢，我主要就是会看说，吃的啊，有什么特色的吃的啊，我要拍什么东西。然后景点呢，景点我比较少去，但是有一些真的不错的，还是会走一下哈。然后或者说。饭店开箱、住宿开箱，我也会在选住宿的时候去考虑到说，我这10几天里面，假设我住5间住宿好了，可能有几个城市的住宿，我觉得就好好休息，不用特别拍，然后住个 OK 就好。然后有几个我可能会选特别奢华的，像我去尼泊尔就有一个特别奢华的开箱，也或者说我会去选择很便宜的，然后可能真的比较阳春的，看会遇到什么非常。对，非常那个的事情的那种住宿有没有？这种我也会去安排，然后或者说去 Airbnb 找啊，住本地人的家里啊，这些都是我想要去呈现出来的，我就会把它排进去。再来，你吃过最速效的拉肚子药是什么？好，等一下，我去拿我的药，等我一下。好，我回来了，就是这个。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跟很多人讲过，这个没有业配但它真的是我吃过最厉害的，因为我的肠胃非常的不好，我连在台湾吃我妈妈做的菜，我都会拉肚子所以说我去哪里吃我都会拉。这个是多特瑞精油的乐活胶囊，如果今天已经拉肚子了。或者担心我会拉肚子，我就吃2颗下去。那基本上啊，我早上或中午的时候吃2颗下去，可以一直撑到大概下午5、6点，甚至7、8点左右，我肚子都不会，基本上都不会痛，不会有反应。所以我出国会带一堆这个。那基本上我出门就都一定吃，因为我真的怕拉。尤其我乱吃的话，我吃到什么东西我就拉，所以我一定吃这个。这是我吃过最厉害的治我肠胃的药，我吃过的肠胃药太多种了，绝对比你们多种。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容易流汗的人都是怎么安排行李的？好，我很容易流汗，我流汗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只要外面稍微热一点点我就流汗。
所以说夏天我几乎没办法穿长裤，不是几乎是完全没办法穿长裤哦。那像我常常都去那些很热的地方、很热的国家，我怎么安排行李？例如说几天几夜，冬天夏天怎么带？好，因为我现在去的地方大部分都还是热带国家哈。我现在目前去过比较冷的、有拍片的地方，就是尼泊尔的那个季节，那个时候还会到大概3、4度。那个时候我是有带长袖的衣服啦，但是大部分热的国家我长袖衣服几乎不带。那我的衣服呢，我只带3件，裤子呢基本上就是2+1，衣服3件的话呢，就是3件替换。那因为我的衣服量少嘛，所以我不管几天我就都要洗，我几乎每天洗衣服，每一天我回到饭店里面，我就是要洗衣服。裤子刚刚讲2+1，2件就是主要的外裤，就是轮流穿。然后+1的话是1件可以当外裤，也可以当睡裤的。万一我的2件裤子都出事了，没得穿的时候，我还有1件备用的裤子可以穿。好，那如果说真的没办法的时候，就当地买吧。这样，那至于内裤、袜子这一些的，也是大概3套，然后每天洗，每一天都要洗。OK， 很辛苦吧？我的衣服的材质绝对选不是凉感就是快干的材质，我绝对不会选纯棉的衣服出去拍片，像这种的这个。哦，这个就热了，这就比较热了哈。我只有去尼泊尔的时候有穿，因为尼泊尔没那么热。这个我如果去再热一点的国家没办法，然后 Uniqlo 这种棉质的衣服，所以说我一定会选那种聚酯纤维尼龙的那种的。哦，像这个材质也是快干速干的，然后有点像尼龙布的那种材质的衣服。我会比较舒服啦，我的裤子、衣服绝对都是选这一种的。好啦，讲了这么多了，终于要结束，我终于讲完了。谢谢你们看到这边的朋友，谢谢你们哦。那这个就是这支影片的所有内容咯，我希望大家喜欢啦，请大家继续支持我的频道，也谢谢大家过去一直在支持我的频道。如果呢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多给我一些不一样的支持，很多对我都有帮助。不管你是透过超级感谢给我这个金钱上最直接的援助，还是说你可以多刷几次我的影片也好。然后记得广告要看超过30秒，然后尽量不要点进去影片没看多久就跳出去，因为这样会被演算法认为这个影片不好看啊，它就比较不会推出去。然后或者说你分享出去给朋友啊，或者说你按赞啊，在下面留言啊，留什么都好，或者说你可以追踪我的各社群平台。我的 Instagram、Facebook、我的 TikTok、我的 Threads、我的小红书、我的 YouTube， 好，麻烦追起来，然后多多看我的影片，谢谢大家。那这影片就这样咯，我们下次见，拜拜。